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给第20条演员的表演牌座次，雷佳音第2，赵丽颖突破天花板。这个春节档热闹非凡，一方面打破票房纪录，2024年成为历年春节档票房最高。另一方面，我们一起摇太阳黄皮，天降财神猫红毯先生8届之天棚下界，先后退出，择期再战。伴随着票房新高和4部电影退出，引发热议的还有评社话题，大有创造中国电影评社元年的节奏。2024年春节档，贾玲的热辣滚烫，不出意外应该是冠军，飞驰人生2紧跟其后。张艺谋的第20条稳扎稳打，开启逆袭之路，夺得日票房冠军。73岁的张艺谋依然在求变求新，这一次他舍弃了华丽的构图和摄影，用喜剧包装现实主义题材，拍出了一部老百姓真正关心的普法电影。我们办的不是案子，是一个人的人生。法律的权威来自哪里？难道不是老百姓最朴素的情感期待吗？法律应该让坏人犯罪的成本更高，而不是让好人出手的代价更大。这些台词振聋发聩，和我们的日常息息相关，每一句都说到了老百姓的心坎里。第20条票房不是最高的，但产生的意义却不一般，让我们对正当防卫有了深刻的理解。除此之外，片中演员精彩的表演也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，借此聊一聊第20条演员演技排名。第10名，蒋奇明饰演陈律师。他作为恶霸刘文京的律师，竟然和村里人一起到检察院门口讨要公道，以后他还怎么和检察院的人打交道？不过他对案子确实很上心，想着雷佳音饰演的韩明是案子的相关检察官，所以尽力调和舅舅张主任与韩明的矛盾。一开始真的没认出来蒋奇明在舅舅面前的唯唯诺诺和《漫长的季节》里的傅卫军相差很大，抛开造型，也说明他塑造角色的能力。蒋奇明的辨识度除了长相，在演技上也能看出他能够挖掘出角色的特质，未来可期。第9名，潘斌龙饰演王永强。传统的老实人，为了女儿不得已借高利贷，由此引发悲剧，自己像狗一样被拴在门口，老婆被人侮辱，任何一个有血性的男人都不能忍。潘斌龙将那种屈辱、无奈和愤怒诠释得非常好，但可能少了一点铺垫，如果多一些一家3口的幸福生活，这种对比会更加强烈。这是大潘第2次出演张艺谋的作品，上一次是《满江红》，他曾说过，无论角色大小，只要张艺谋喊，他一定到，这就是好导演和好演员之间的默契。第8名，王骁，田馥甄。电影中，他认真贯彻执行上面的任务，偶尔也会和下属韩明谈心，是一个不错的领导。王骁在电视剧中是巨抛脸，放到电影就是黄金配角。张艺谋之前也夸赞他是有素质的演员，未来一定成大器。可惜这样一位好演员，在路演期间发生了被人炮轰下场的不愉快事件，影院没有调整好映后时间，可以和演员好好商量，不应该大声呵斥。王骁在这件事中非常无辜，但他表现出了好的素养，赢得一波好感。值得一提的是，王骁还是一位星2代，他的母亲王富丽曾被誉为天下第1嫂。家中有资源，但王骁却脚踏实地，一步一个脚印在演艺圈打拼。正如张艺谋所言，未来一定成大器。第7名，杨浩宇，张桂生。公交司机张桂生看到女乘客被流氓欺负，上前阻止，最后反而落得一个3年牢狱的结局。他有错吗？自然没有错。见义勇为有错的话，以后谁还勇敢上前？因为咽不下这口气，一次次上访，
一次次被劝回，最后死在了路上。张桂生这个人物是立体丰满的，也是令人心疼的。明明是好人，却落得一个悲剧下场。杨浩宇的表演令人信服，一个善良的形象跃然纸上，令人动容。杨浩宇出道很早，但近几年才真正被人关注。之前凭借《宇宙探索编辑部》提名金鸡影帝，可惜输给了梁朝伟。在电视剧《欢颜骄阳》《伴我繁花》中都有他的身影。正在热播的《大唐狄公案》南来北往也有出色的演出，也是一位巨抛脸。第6名，张译，张主任。张译去年演了不少同质化的角色，演技一度遭到质疑。在第20条中，他用一个嘴唇哆嗦的表情，来了一次强有力的回击。在跟玛丽对话的时候，他先是嘴唇哆嗦一下，然后紧闭嘴唇，直勾勾地看着对方。这个表情极具喜感，万万没想到张译能够将面部肌肉控制得这么细微，演出了那种严肃和搞笑的气质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原本警局那场戏，儿子是大大咧咧地进来坐在板凳上，但张译改了一下，让儿子在他身边谨小慎微，在他的拉扯下才敢坐下来。这个设计非常巧妙，增强了整个人物的行为逻辑。首先，儿子在他眼中确实听话，不像个霸凌同学的人。然后，儿子因为害怕他，只能将这份害怕转移到其他同学身上。张译是好演员，这是毋庸置疑的。他会想方设法给角色设计一些小动作，来辅助表演，增强角色的说服力。只要张译不要再演一些同类型的角色，他总能带给我们惊喜。比如《满江红》里的何丽，这里的张主任。第5名，范伟，刘炳仁村霸。范伟这个角色看着不像恶霸，因为他伪装得很好，每一次都是先占领道德制高点，说一些冠冕堂皇的话，一不留神就着了他的道。假如不了解事情经过的话，还真的以为他说的杀人偿命是对的。为了儿子，无限逼迫郝秀萍一家，抢孩子，逼迫签字，无所不用其极。可以永远相信范伟的演技，他塑造的刘炳仁有很大的迷惑性，和角色贴合度较高。好言好语的时候，他是慈爱的长辈，一旦涉及核心事情，他立马转变成为恶霸。可以永远相信范伟的演技，他的脸上写满了那种小人物的生活情趣和世事变迁。第4名，高叶，吕玲玲。吕玲玲身上是那种轴、愣、执拗，处理不好的话，很容易让人讨厌。但高叶把她的那股正义感发挥到极致，从她身上感受到侠气，演出了检察官身上的那种使命感。电影中印象最深的一句台词：“我们办的不是案子，是别人的人生。”其实这句话是高叶在体验生活的时候，检察官随口说的一句，但他当时记在了心里，并跟导演说加进戏里，由此成为了最动人的一句话。高叶因为《狂飙》里的大嫂走红，很多人可能会陷入同质化的角色中，但他没有。等到了吕玲玲这个角色，走出了大嫂这座成功的围城。他和张艺谋导演的缘分要追溯到2010年的《山楂树之恋》，他当时只是一名大4学生，客串出演一名小护士，戏份虽然少，但却受到导演的夸赞，并鼓励他一直演下去。10几年过去了，他终于在演艺圈站稳了脚跟，并再次和张艺谋合作。第3名，马丽，李茂娟。第20条里3位女性角色性格各异，马丽负责的是喜剧部分，完成的相当好。全网询问李茂娟回家了吗？如今7天已过，相信她已经在家继续当女王了。马丽和沈腾是公认的 CP 组合，两人是1+1大于2的效果，但这次她和雷佳音同样如此，贡献了电影大部分的笑料。喜剧很难演，演过了令人尴尬，演少了观众体会不到。同样的台词，别人说出来平平无奇，
但从玛丽的嘴里蹦出来，那就是幽默，能让人开怀大笑。她和雷佳音制造的笑点，能让人笑而不尬，这也许就是天生的喜剧人吧。往往喜剧人最容易被人忽略的就是演技，其实玛丽除了喜剧，正剧、悲剧也都不在话下。第2名，雷佳音，韩明。有位网友评价，窝囊废属实是雷佳音的统治区。雷佳音在塑造检察官韩明的时候，有2个阶段。初期他是一个中年男人，工作上是挂职过来的，在职场上巴结领导，想要尽早转正。生活中他是家里的小三，服务老婆和儿子，外加腰不好，爬个楼气喘吁吁，妥妥的一个不容易的中年男人。不少网友称赞他演出了现实中父亲的模样。前期有多窝囊，后期他的慷慨陈词就有多么振奋人心。这种反差感被雷佳音拿捏得死死的。在儿子被打，公交车司机张贵生的案件中，他的处理方式一直是忍，这种忍积攒到最后无需再忍，全部倾泻而出。最后的表演完全可以封神，10分钟左右的台词娓娓道来，说出了老百姓的心声，为老百姓发声。看完直呼雷佳音牛掰。张艺谋导演曾评价雷佳音可塑性很强，4次合作造就了谋男郎的美名。第1名，赵丽颖，郝秀萍。之所以将赵丽颖排在第1名，因为她的表演有着飞跃的进步，张艺谋也称赞她突破了自己的天花板。郝秀萍戏份不多，却是整部戏的关键，那场催泪的天台戏是转折点。她清楚地知道，只有自己死了，案件才能引发更大的关注，女儿和丈夫才能被救。最初这个角色设定并不是听障人士，赵丽颖看完剧本和导演建议才改的。为了角色，她体验生活，默默观察听障人士，在片场，她也做到不说话，尽可能地融入角色。高叶曾说赵丽颖让自己叹服，每一次她往那一站，自己就特别容易心疼心碎。没有台词，只能通过肢体动作和表情来表演，无疑增加了难度。但这难不倒赵丽颖，她首先在形象上贴近角色，素颜出镜，灰头土脸，然后情绪点释放得非常到位，无论是誓死护住孩子的那种坚决，还是丢失孩子之后的崩溃与无助，她都表演得非常精准。用一句来形容，她演绎的苦难无声却震耳欲聋。好作品不会被埋没。第20条预测总票房曾连续多日上涨，预测将达到25亿左右。第20条的逆袭也能让更多人了解正当防卫，法律不是冰冷的逻辑，法律是公道自在人心。